根据程雷的爆料，只居比坐牢还要可怕。一般人呢，你根本就扛不过来，迟早情绪崩溃。让你招什么，你就得招什么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照样聊5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程雷告诉我们，只居真的比坐牢还要可怕。我们看新闻来源，据澳洲新闻集团报道，在纪录片《我的自由回忆录》程雷中，澳籍华裔程雷谈到了自己在中国接受指定居所监视居住，简称 RSDL 的经历。报道称，2020年8月份，这位知名主持人的人生骤然转向，在中国被拘禁近3年后，于2023年10月份返回澳洲。他被指控是危害国家安全，经历了177天的单独拘禁。今天我就跟你聊聊，为什么这个只居实际上它就是个法外之地。第一条，它和其他的措施不一样，像什么双指双规还有这个刑事拘留不同，它可以不通知家属，你就自然失踪了，不知道你去哪儿，派出所也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权利知道。那第二，如果说他已经危害了国家安全，不光不通知家属，当地警方都不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。第二，这个法外之地不在看守所，他在国安机构任意找的临时租用酒店农家乐，就实际上根本就不接受检察院的执法监督，也没有所谓24小时摄像头能够保存，没有，有摄像头那也是内部的。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在这期间呢，你所有的隐私权利全没了，该怎么收拾你你自己想想。首先，他由于是澳洲国籍，没有受多少皮肉之伤，但是仍然让他觉得数次想到了自杀。我们来看看他经历什么。我在这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。根据中国的政策，如果这6个月你的案情仍然没有突破，还没有招供再来一轮，这个次数没有限制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真正的无限期拘押。在这6个月的时间内，我每天要13个小时保持标准坐姿，双手放膝，双腿不能交叉，就是你不能翘2条腿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即使要抓个痒，都必须要打报告，经过同意你才可以，不然就会强制还原。第二，2名狱警是全天候对他进行监视，这个监视那个方式是你想不到的。有俩人离你不超过40厘米，也就是这么宽的距离，几乎是人贴人24小时一个是面对面看着你，看你的表情，看你在想什么，他随时可以问你的问题。第二个呢，是坐在你旁边，你还有隐私吗？那你说睡觉的时候、洗澡的时候一样，反正跟你是同性。他洗澡的时候，那旁边就看着他；上厕所一样看着；那睡觉的时候一样。你在床上躺着，他在旁边躺着，不超过40厘米，他就是24小时的贴身，你所有的隐私都没有了。所以他数次就想到什么，这种生不如死的时光，他就宛如地狱。他也想死，但是没死成，因为周围墙壁上都是橡胶，想死也不容易。唯一能有一个硬的地方，就是浴室里的瓷砖，但实际上他也死不成。你即使说撞完了以后，你旁边马上把你拉回来了，你想死都死不了的。好在呢，双边2个国家的关系在博弈当中，最终有了转机，他才可以捡了一条命。我们看报道，我讨厌静坐，在6个月以后，我们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监狱，他已经被正式批准逮捕了。这种居住改变了，变成真正的坐牢。坐牢他认为反而幸福多了，因为他可以和别人交往。他和另外3个女性关在一个牢房里，人只要有这种交往就不会想死了。而且他在里面呢，也感觉人生失去了意义。他怎么撑下来的？
他就想自己人生中的一些快乐的时光，想自己的亲戚，想自己的朋友，不停地想了无数遍，才让他撑过了这3年多的时光。另外呢，是在成为被捕政治中澳关系陷入冰点，时任总理的莫里森推动新冠溯源，激怒了北京。分析普遍认为，程雷的遭遇是中国对澳洲施压的筹码，直到2023年底，两国关系缓和才获释放。我的意思啊，很简单，你一个人的生命，哪怕你有澳洲的护照，但是在中共眼里呢，它就是一个筹码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低值1号币，你的人生、亲人团聚啊，他不在乎这个，只要他能实现自己的目的，人他就成了耗品。有时候总理的命也是这样的，老周不就是最后累死的吗？我们说第二件事儿，老川的大美丽法案截止到今天啊，在众议院还没有通过，至于什么时候能通过是未知数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很多的共和党的议员都认为改动太大了，对自己形成了伤害。另外，我交代一个背景，据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 ADP 它发布的消息啊，全国就业报告，美国6月份总共减少了3.3万个工作岗位，这是2023年3月以来首次报告就业人数下降，而此前的预期呢是6月份要增加10万个。不光没增加，还降了3.3个。所以说啊，美国的经济遇冷，有可能对老川的大法案形成强大的压力。第三件事，老川前几天讲了，我们要让那个政府效率部查一查马斯克到底拿了多少补贴，他是最大的补贴。有时候总统啊，你也要尊重一下这个职位的严肃性，不能信口开河。而官方的权威机构啊列出来，在近年拿到政府补贴的马斯克连前10都没挤进去。哎，我们看看前几名都有谁？你可能抢不到，波音居然是拿政府补贴最多的，排名第一，波音政府补贴是156亿美金，第二亚马逊103亿，第三英特尔84亿，第四个福特做汽车的。谁能想到汽车企业它也拿补贴？福特79亿，通用汽车是第5，76亿，第6美光科技67亿，第7阿尔卡特57亿，第8是一家能源公司56亿，第9富士康48亿，第10是一家天然气公司43亿。前10里边根本就没有特斯拉，它到底排在多少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第11德州仪器，第20大众下面能源公司，特斯拉排在第16位，他只拿到政府的28.3亿补贴。所以说老马他也是有一定底气和这个老川去叫板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4件，是关于欧洲的事儿。德国啊，它目前没有核武器，虽然它具备造核武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就是和欧洲的2个核大国呢形成同盟。当美国撤场的时候，它必须欧洲的防务啊要结成一体。我们看报道，据政客的报道，英国和德国将于7月17日签署一项重要的新防御条约，同意任何一方遭遇到战争的威胁都将被视为双方共同的威胁。这标志着美国逐渐放弃传统的领导角色后，欧洲防务关系走向更紧密的方向。该条约历时18轮谈判，以去年的参议院协议为基础。接下来将使德国和欧洲的2个核大国英法建立共同防御。防的谁呀？那只能是俄罗斯，它不可能防美国。好，第5件，我们聊一件轻松的科技新闻。在国内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，你去理个发，尤其是女士啊，舍不得理发，动不动它就1-2千人民币啊。你看，如果挣5000块钱，2000块钱一半没了，说明什么呢？理发太贵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有可能会改变。据美国的，他叫赛博马克，他呢发了一个小视频，我看了。
机器人美发师已经上岗了，而且比较便宜。他这个理发呢，先进行3D 的扫描，用激光进行测距，你想要什么发型，他就给你做成什么发型。托尼老师给你忙活1小时啊，他可能10分钟就搞定，而且费用收的还贼便宜。据说呢，只要10位数以下啊，只要那个10美元以下。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真的能够普及的话呀，以后这开店的话，你就可以减少大部分的成本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不用花2000块钱的，也许10美元就可以。好吧，今天这5件事儿和各位分享结束了。关于陈雷的遭遇啊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共同来探讨。在中国这种法外之地啊，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们明天见。